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3月19日，即係做咗家長之後咧，每一日都係學習啦，每日都係上課。所以養兒100歲就長憂99，呢個課咧係終身學習嚟嘅。咁啊，最近咧有一件事發生喺我身上，我自己都覺得好大嘅感受。咁啊，話說咧，個幾月前咧，我收到 email 通知啦，就話我大女咧就被挑選咗作為一個春季音樂節嘅表演者。咁啊，結果呢個月咧，我哋都鼓勵佢啦，督促佢啦，每日都練習，佢自己都好開心嘅練得嚇。咁啊，結果咧就係喺表演當日，咁啊，因為晚上表演嘅，我哋攞咗3張飛啦，我同太太同埋細女一齊去睇。咁我已經咧換好晒衫㗎啦，gel 埋頭，我平時都唔會 gel 頭嘅，一年都 gel 2-3次頭嘅啫。我嗰晚就 gel 咗頭啦，咁諗住出席啦。結果臨出發前咧，大會又通知我喎，個 reception 打嚟，佢話你可以提早接阿女啦，因為佢個活動咧被取消咗。咁啊冇解釋咩原因喎，佢都唔知咩原因啦，個 reception 都唔知。咁我哋又去到接阿女，臨接之前啊，唔落車之前咧，就睇千叮萬囑叫我控制好情緒管理，唔好喺大庭廣眾有負面嘅情緒，叫我唔好發脾氣嚇。咁啊，第一，第二就見到阿女嘅時候咧，要表現得開心啲啊，鼓勵佢啊，唔好放大佢嘅情緒。咁好啦，咁我落車咧就同 reception 了解啦。咁佢都話佢唔知，佢都好明白我哋好失望，因為佢都係媽咪，所以佢都知道咧父母一定係好緊張噶啦，小朋友一定好緊張噶啦。咁但係因為負責嘅老師咧就喺後台就聯絡佢唔到，咁所以我哋都係接咗佢先啦。後來電話聯絡啦，咁啊好到我接到個女嘅時候咧，我第一時間咧就即係鼓勵下佢啦，話喂，你都練咗咁耐啦，唔緊要啦，總有機會俾你表演嘅，學咗啦嗰隻歌，咁你總係會有機會表演翻出嚟噶嘛。佢當然係失落啦，亦都有少少怪責我點解咁遲嚟接佢啦，等佢呆坐咗幾個鐘頭喺個會場度呆坐咗幾個鐘，其他人有得準備 rehearsal， 佢好似乜都冇得做咁喎。咁我就應承佢咧，食完飯同你食個好啲嘅甜品。咁佢好快開心翻啦後來嗰個老師打俾我解釋，話原來咧同我女一齊共同演出嗰位男同學咧，佢係一個男仔，負責彈吉他嘅，佢就係屋企人咧就過咗身，咁所以咧就係當日出席唔到。所以點解有幾個鐘頭冇打俾我哋提早接佢咧？就係因為佢哋都了解緊到底發生咩事所以佢哋知道之後咧，即刻揾 reception 咧係通知我哋係接走阿女噶啦，就因為取消咗佢個表演環節。咁啊無可奈何啦，人生總係有一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呢件事咧就係阿趙太千叮萬囑叫我控制好情緒管理，我認為非常有道理。因為有啲家長咧可能會失控啦，大吵大鬧啦。喂，其實第一你就整到好難睇先啦，搞到阿女可能以後喺學校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啊好難見人啦，冇面啦第二咧就係如果對住阿女都有負面情緒咧，你會放大咗佢嘅負面情緒。本來佢嘅負面情緒可能係一瞬即逝嘅，但係你嘅放大咧就會令佢記得好耐咯。咁所以我係深呼吸咗好幾次我先入去嘅因為我都好失望，坦白講，但係我都要表現都好積極去面對呢件事結果就係過咗啦。我都覺得比我想象中容易我女容易接受有甜品食嘅即刻好開心呢件事就係學習啦。傳統智慧喺現代社會咧就有好多科學嘅研究咧，可以咧核實嗰啲傳統智慧啱定唔啱嘅。譬如話我生咗2個女咧，有啲人同我講話生女一定要富養，唔好窮養我有朋友同我講話生女一定要富養，唔好窮養。點解啊？我話我係窮養嘅因為我好細個咧就已經係要出嚟跟車喺碼頭度攞魚啊，然後派貨啊，然後又要去街市度入膠袋啊。到我大啲，我自己去揾 part time， 我又要做清潔喺美心快餐度做清潔又做過呢個嘅搬屋搬寫字樓又做過裝修嘅執樓做過好多嘢嘅呢個做好多嘢咧，就令我咧認識到咧揾食艱難所以我後來我出到嚟咧20幾歲之後，我更加努力去工作希望可以屋企嘅生活環境改善啦。到我結婚之後咧，亦都希望照顧太太同個女有個好嘅舒適嘅居住嘅環境讀書全部都要俾我最好嘅嘢佢哋嘅。咁呢個就係早熟嘅孩子會當家嘛。咁就係窮養喎。但係有人同我講生女唔可以好似我咁嘅，要生女要富養。我話點解咧？咁我朋友同我講話生女要富養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你要好細個提升到佢嘅品味咁聽下音樂劇知道咧邊啲係美好嘅嘢，建立美感，得閒帶佢睇下 Chanel 嘅展覽
咁啊知道呢個世界到底乜嘢先至個好嘅，去啲好啲嘅酒店度咁啊我話點解咧？我諗唔明啊。咁我朋友解釋就話，因為你細個咧就建立到一個好嘅審美觀咧，高標準嘅審美觀咧，咁啊將來先唔會亂識男仔亂嫁喎。因為咧佢可能會拍拖，但係如果要結婚咧，佢如果太過艱苦嘅生活咧，佢就唔向往喎。咁啊唔向往嘅時期咧，寧願單身都唔好亂嫁啦，因為單身啊總係比嫁得苦、嫁得困惑咁啊好嘛。有啲人咁同我講，當然我就未好深入地思考到，你哋話俾我知呢個講法啱唔啱嘅，我未好深入地思考到。咁但係咧傳統就話棒下出孝子，恨鐵不成鋼呢種講法咧，而家現代科學咧，我今日就用哈佛大學嘅兩位學者研究，就去否定咗呢種講法嘅。因為以前我哋都知道棒下出孝子唔好嘅，但係大部分係停留喺心理學嘅解釋。啲心理學解釋咧，就往往唔夠說服力嘅，就話情感認知上唔好啊，親子關係會破壞啊。咁啊，原來有科學嘅用大腦發育嘅角度咧，可以解釋到咧呢個嘅體罰仔女咧嘅影響。但係首先要定義何為體罰先。呢個世界可以分為3類國家嘅，第一類係完全不能體罰，好似北歐咁。北歐咧嗰啲國家，芬蘭啊、挪威啊、瑞典啊，就完全不能體罰嘅，甚至乎大聲啲鬧嘅仔女咧都會被告虐待虐兒嘅。咁啊，蘇格蘭同威爾斯都係屬於呢一類。咁呢個令我好詫異啊！原來英國咧分開唔同嘅地方咧有唔同嘅法例喎。英格蘭係可以接受有限度嘅體罰嘅，蘇格蘭同威爾斯係不能接受有限度體罰。所以不能接受有限度體罰咧，就係最常見打 pat pat。點解打 pat pat 咧？因為 pat pat 多肉啊嘛。你覺得打落去咧，佢都冇咁痛，但係咧佢又可以即時咧避免咗個犯錯。譬如話細路仔好危險，佢玩電掣玩電掣，你教佢，喂佢好細個喎，2歲，佢都唔聽唔明你講點解電掣唔得嘅。你一嘢打落佢 pat pat 度，佢下次又唔敢噶嘛。呢個係傳統智慧。喂，原來英國咧有80%嘅家長啊，2015年嘅時候又話80%嘅家長都會用打 pat pat 嘅方法去教訓仔女唔好做啲危險嘅嘢嘅，亂過馬路啊，揈開大人隻手過馬路啊，打佢 pat pat 喺街都會咁做嘅，80%嘅英國家長都會咁做，但係即係嚴重嘅毆打咧就唔會嘅，好似東方式嗰啲毆打咧，譬如話新加坡合法嘅可以用打藤嘅方法，喺學校可以打藤喎，韓國學校咧可以用棍去打細路嘅 pat pat 嘅喎，攞藤條炆豬肉啊，喺亞洲社會，我由細到大都俾人藤條炆豬肉㗎啦。打間尺啊，細個老師用膠間尺打手板，打斷咗幾多支我讀小學6年級、5年級嘅時候唔知打斷幾多支啦。用木間尺打下，膠間尺打斷晒之後，用木間尺打，咁一樣好同喎。坐無影凳呢啲東方社會地有，所以分3類。第一種蘇格蘭、威爾斯以及北歐嗰啲完全不能體罰嘅。第二種就係英格蘭同埋美國咧，有廿幾個州份咧係可以接受有限度體罰，就係頭先講打手板打 pat pat 嗰啲。係可以接受嘅，美國有20幾個州得，但係有啲州唔得㗎，所以唔好亂打，要了解清楚先。咁然後第3種就係亞洲式嘅，韓國、新加坡嗰啲係可以嚴重體罰嘅，以傷害身體為目標嘅體罰。打 pat pat 嗰啲咧就以警戒為目標嘅體罰，同埋完全不能體罰3種。點解會打 pat pat 咧？就覺得冇咁傷害啊嘛。但係科學研究話俾我哋知咧，唔係咁樣嘅喎。咁話說咧，哈佛大學有2位學者，呢一位咧係一位博士研究生佢夥同另外一位咧臨床心理學家測試體罰對於大腦嘅影響係點樣？呢個係好新穎喎，因為以往咧呢啲哈佛大學以前嘅研究咧，大部分都係心理學上嘅。心理學上咧係透過訪問係透過討論去得知嘅，嗰啲係冇一個好客觀嘅數據。嗰啲訪問咧透過係自己回答啦，其實個準確性又唔係好高嘅，所以心理學咧相對冇咁成熟。但係而家呢個大腦神經科學研究咧，就好能夠了解到體罰到底有咩影響啦。佢夥同咗呢位咧 Katie 喺哈佛大學嘅臨床心理學家，而家喺哈佛大學心理學系咧係做緊訪問學者。佢本身係哈佛大學嘅臨床心理學家嚟嘅，咁而家又做心理學系嘅訪問學者。呢篇最新論文咧就係調查咧啲小朋友。受體罰同唔受體罰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大腦嘅分別喺邊度？咁呢個體罰咧，主要集中喺打 pat pat 因為以往就認為打 pat pat 係冇咁影響。保守黨政府喺2023年咧，仲係否決咗有人提出喺英格蘭都應該要跟從好似蘇格蘭咁
嚴厲禁止打 pat pat，但係保守黨政府唔接受，可能工黨政府上台咧，左派嗰啲人咧會更加反對呢啲所謂體罰啊嘛，但係保守黨就即係覺得體罰咧都係英國主流家庭咧係接受嘅，打 pat pat 係主流家庭接受嘅嚇，佢係認為打 pat pat 唔係真正嘅體罰啦，或者咁講。咁呢個研究到底係表達到啲乜嘢出嚟咧？咁啊令我幾震撼喎，因為咧佢係利用咗所謂嘅磁力共振啊嘅方法咧去測試打 pat pat 咧到底有咩大嘅影響。咁啊嗱，佢當時係點樣講嘅呢份研究？咁啊做咗幾個唔同嘅圖表，嗱我哋一齊睇睇啊。咁啊首先咧，佢哋發現咧，你以為打 pat pat 冇咁痛啫，但係佢哋話打 pat pat 咧，其實同性虐待啊，或者係同其他嚴重嘅身體虐待啦，對個大腦嘅影響咧，唔係好爭好遠嘅，冇一個明顯上本質嘅分別。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咧，嗱呢兩個圖表好重要啦，就係藍色線嘅咧就係冇打 pat pat 嘅，橙色線嘅有打 pat pat 嘅，佢哋對一樣嘢叫做 ERN 有一個關鍵性嘅影響喺大腦上面咧，就掃描到 ERN 係咩意思 ？ERN 咧係一啲係 ERN 係代表啊大腦咧對於一啲 error、negative 嘅反應嘅，就係一啲負面嘅反應，即係認知錯誤嘅能力啊。人咧一般咧可以喺一件錯誤嘅事情發生咗之後咧，好短時間係90毫秒就會認識到邊啲係正確，邊啲係錯誤嘅。佢就發覺咧呢個嘅有長期受到體罰嘅小朋友啊，對於認識錯誤嗰個能力咧係有過度嘅反應啊。咁啊，因為佢發覺咧一錯就會俾人打啊嘛，而所以佢對住一啲所謂嘅錯誤咧有過度嘅反應，即係過分認識錯誤喎，過分認錯喎。哇，咁啊過分認錯都唔好咩？吾日三省吾身喎，成日反省自己有冇錯誤唔好咩？嗱，佢就話咧佢係過度反應，過度反應嘅意思係咩咧？即係有啲明明唔係錯誤嘅嚇，佢俾好多唔同嘅相片，有啲人唔同表情嗰啲細路仔睇。明明有一啲咧係好平常嘅，佢都會以為自己係做錯咗嘅喎。咁呢個就好大件事啦，即係咧原來有被打 pat pat 嘅細路咧，佢哋係冇辦法有效地認識到邊啲係正確，邊啲係錯誤嘅。佢哋有咩事咧？首先會 negative 先，首先會認為係自己嘅錯誤。首先見到一啲嘅事情嘅發生，就會諗起負面嘅情緒。咁呢一種咧就好大影響啦，對細路仔嘅自信心可以話係有終身嘅影響。有體罰嘅細路咧就會有過度反應對錯誤嘅認識嘅。而呢一種過度反應對錯誤嘅認識咧，仲會產生到個細路咧缺乏咗呢個嘅同理心啊，會造成心理上嘅扭曲嘅喎。因為佢係咪都覺得自己錯啦？佢亦都冇一種反省正確嘅反省能力。呢個第一。第二就係隔離個表度，隔離個表咧就係 reward，就係話鼓勵正面嘅思維。你又詳細睇到個圖表咧，發覺兩條線喎分別喎有受到呢個嘅體罰同冇受到體罰嘅咧，對於呢啲正面嘅思維咧，亦都有明顯嘅敏感度嘅唔同。即係話有受開體罰嗰啲人咧，因為佢長期受壓啊嘛，即使你鼓勵翻佢嘅時期，你有嘢獎勵翻佢嘅時期咧，佢所獲得嘅喜悅咧，亦都係較遲鈍嘅。咁所以由此可見喎，呢個係體罰，即使係有限度體罰咧，其實所帶嚟嘅傷害同嚴重嘅身體體罰咧分別唔大。嚴重身體嘅體罰咧，當然咧佢帶嚟嘅傷害就係身體又受傷，大腦又會受傷。但係而家科學研究話有限度嘅體罰咧，佢一樣雖然身體冇受傷，但係對佢大腦都有受傷嘅。咁但係點解啲家長要打啲細路咧？就係因為覺得希望教好佢啊嘛。但係結果你打完之後係會對佢大腦嘅功能係產生終身嘅受損嘅，好可能係終身嘅受損嚟嘅。咁而呢個終身受損咧，就會令到佢大腦對於反省能力、對於正確價值觀嘅建立咧，係會有不良嘅影響。佢會建立唔到，佢會分唔到邊啲係真正嘅東西，分唔到邊啲係正確嘅同埋錯誤嘅。佢會往往就係向咗負面嘅角度。如果向咗負面嘅角度咧，第一就會造成冇自信，第二咧就會扭曲咗佢。佢反正都覺得係錯啦，做咩都錯噶啦。預期係咁，不如佢接受咗個錯啦。佢做咩錯噶？預期咁，所以佢越做越過分咯。佢已經係完全唔介懷係咪錯誤啦，就會造成咗咁嘅影響。所以哈佛大學呢兩個圖表咧，就係顛覆咗我哋認為棒下出孝子啦。孝子佢孝順你，所以孝順係服從順從，但係
從大腦嘅分析咧，佢又未必會真係會順從喎，可能佢會有更極端嘅反應喎。咁所以呢個圖表亦都話俾我哋知，呢個研究話俾我哋知，心理嘅影響咧都可以撫平，但係對大腦發育嘅影響咧，因為你3至10幾歲嘅時候就係你大腦發育最厲害嘅時期，呢個可以係終身磨滅嘅，甚至乎有產生咗暴力傾向啦，長大咗之後。產生咗之後，呢個變成咗所謂 psycho killer 啦，呢啲係心理上嘅認知，或者係將呢個嘅情緒會轉移喺其他人身上啦。我講過呢個叫 kick the cat 效應。咁當然有啲父母咧去打細路咧，體罰細路咧，唔係純粹係因為教嘅，佢係都係 kick the cat 嘅。佢就喺出邊受氣，然後就翻嚟咧揾弱小嘅人咧係出氣。咁屋企最弱小嘅就係仔女啊嘛。咁所以呢啲 kick the cat 咧，亦都會造成咗一代一代咧嗰個大腦嘅磨損。大腦受到磨損啦，發育唔健全啦，佢將來嘅成就亦都有限啦，當然係。新加坡韓國嗰啲咧重視體罰，個發展係好短期，因為個大腦唔健全嘅底下咧，佢一代一代係會受到影響噶嘛。所以呢個社會好難有長期嘅發展㗎。佢短期當然有效嘅，你用最惡嘅方法。糾正咗嗰啲行為，管教咗佢，壓迫佢，要佢好勤力讀書要佢好勤力聽你話，一定係有效嘅。但係長期咧就冇效，呢個我哋永遠叫偉哥效應啊嘛。偉哥短期有用嘅，長期都要靠做運動調理自己身體樂觀良好嘅婚姻關係良好嘅性生活先至係有用啊嘛。單靠偉哥係短期有效。長遠冇效嘅。但 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我最近睇好多呢啲研究，譬如話我最近睇緊一個對於性呢個點樣叫做性頻繁咧？性頻繁對夫妻關係係咪有好咧？嗰個點樣去揾一個均衡點、平衡點咧？呢啲咧我都係有睇嘅喎。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你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因為我好驚拍呢啲片咧就冇人睇講客咁如果你有興趣，就不妨話俾我知。我最近睇好多呢啲研究，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最新一課八國聯軍，利用英國最新嘅解密檔案咧去拆解英國喺八國聯軍裏邊嘅角色，同埋八國聯軍事件咧嗰個去除咗民族主義之後嘅真相到底係點樣？希望大家俾個 like，OK，subscribe，share 俾你嘅朋友睇喎。介紹手動轉。介紹俾你朋友睇，如果學到少少嘢，請留言去分享，多謝，拜拜。